我真的觉得我是先知，因为我看了前面之后，我就觉得那种通灵童子的梦又来了。然后当工读生跟我说哦这个很好看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说我不懂，果然是屎。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大家要看哪些漫画呢？今天我要跟这个师大白鹿洞的老板呢永华一起来跟大家分享2024的推荐漫画。嗨，大家好，我又来了。好，那我们今天镜头外呢，也还有我们的企划欢欢。Hello，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会请永华老板呢推荐就是5部2024必须入坑的漫画，还有他最期待2025要动画化的作品。今年呢有好几部热门漫画完结了，所以我们想要闲聊一下，可能像是对于咒术啊、我推啊，还有我音的心得，然后呢也推荐几部就我们觉得收尾收得非常神的漫画。好，是一个地狱闲聊，很可怕，很多雷，很多雷。没错。好，那就是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稍微的平复一下心灵，这样子。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快速进入一下工商服务时间。新的一年，想要客制化衣服或想要推出各类的周边商品现在依靠创意都能够为你一手包办哦。不管是有活动需要定制团服，或者是想要做 T 恤当做礼物，全都没有问题。如果是企业品牌想要客制 T 恤、杯子、贴纸，或是有包装设计需求，依靠创意都能够量身打造，制作出独一无二的专属礼品。另外，如果你是 KOL 啊，或是 YouTuber， 或是插画家等等自媒体创作者，想要规划设计周边商品，依靠创意呢也有一站式服务，从创意发想、商品制作、品质管控、包装出货到售后服务，每个环节都有专人高规格把关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依靠创意的官网看看吧。永华，你对今年就是结束的这3部漫画有什么样的心得吗？心得吗？就是我以为我躲过了《咒术回战》这个屎坑，但没想到你们问我这个问题。你本来没有看，我本来有看，因为我漫画店的老板嘛，就是一定要看。对，一定要看，但是我都是看了报道，然后就随便翻过去的那一种。OK。对，但是我有就是把它给看完，然后看完之后就说哦，果然是屎。你在一开始有曾经爱过吗？没有，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我真的觉得我是先知，因为我看了前面之后，我就觉得那种通灵童子的梦又来了。然后当工读生跟我说哦这个很好看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说我不懂。你们涉世未深。对，我就想说你们真的是太不懂，我已经看清这个人了，就是夏这个人就是宿傩的梦女。看完之后，我是觉得说，哦，他就是对我们读者就是比了一个中指。对，你觉得《火影忍者》里面那个名次没有被帮付跟5条哪一个比较惨？我不能说，因为我没有看《火影忍者》。哦，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回答一下你们对我音的想法。我在我音的这个结构里面，我看到的是他很认真想要处理每一条角色的收束，但他执行不够到位，因为他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承载着一个他对于英雄世界的极端想象。那这个极端想象，我觉得其实都有趣，但是当他变成同时要处理大魔王跟无数个中魔王的时候，那个故事的进展就慢到让大家不好去接受。所以我觉得是执行上面的问题。对于我，因为我觉得我看完很感动，就觉得哇，就是他至少有每个人都有好好的收回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对，然后看完之后就是我有起鸡皮疙瘩，因为那时候他就一直预告说哦，我音要完结，我音要完结，所以我每周都很期待那个宝岛少年的。对，然后翻完之后就觉得，这个完结很好，我 OK。那我推的部分呢？我推的部分，我觉得他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设下了这个大辩论，因为我自己认为所有的悬疑漫画其实都超级难解。我的感觉是，我推他一开始营造出一个爆点，让这个职人剧能够顺利的连载下去，并且创造一个悬疑感。可是通常，例如说这种悬疑感的漫画，过去我们看过《Billy Bat》或者是20世纪少年，他真的很难给你那个核心的谜底，真的很棒。它的精彩程度通常会远低于大家的想象。所以在我推这个作品里面，我会觉得他的职人剧的部分好看胜过这些所谓的主线，但这个人又不得不把它解决掉，所以最后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个真的没有办法解决的很好的做法。就我推前面一看就知道说完蛋了，这肯定就是又是预感。对，就像看娜娜一样，就是谁没事会对着空气说娜娜，你知道怎样怎样，觉得完蛋了，这一定是个不好的结局。好的，那我好奇问一下，就是这几部漫画完结的时候，白鹿洞租界的销量怎么样，或者是读者会来跟你讨论剧情吗？
其实这几本漫画在台湾都还没有完结，对哦，单行本都还没完结。对，就像我英是出到41，然后它其实是42完，然后像咒术的话，最新是28，然后它其实是30完，但因为我都是看宝岛少年，它就已经完了嘛，然后我有做那个我们自己的那个快报超前版。所以就是做的还不错。推荐有什么漫画是你们这辈子看过，觉得哇，这个收的也太神了吧？觉得收的很好的是，我看完之后我会起就是鸡皮疙瘩，我就毛会竖起来，然后心跳跳很快，还会就是落泪。我要推的是米奇与大力，然后D、机车人生跟 Pink， 还有寄生兽跟麒麟王，这些我都觉得超赞。很多部，对，超多部。麒麟王我小时候其实有点忘记了。我记得小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佐为，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佐为离开之后，我可能就少了那种玄幻嘛，或者是觉得有趣的地方，所以我并没有把他最后的那一段就好好的看完。我小时候那时候在追连载的时候，我是觉得他怎么就不见了，就消失了？为什么他不见了？对，然后后来我长大的时候再重看一次，我就觉得我就哭了。对，就是他没有消失，他活在阿光的身体里，就像那个寄生兽的米奇，就是他成佛，对，他就是在身体里，就是很感动，就是阿光下的那个棋，作为就活在那边，就觉得哇，希望，好感动哦，超感动的，就讲一讲，你看我的毛又竖起来。米奇与达利呢，他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很棒。先讲剧情，就是他是双胞胎，但是他住在孤儿院，然后有一对夫妇要领养，但他们只要收1个人，所以那2个双胞胎就觉得说不行，我们要变成1个人，然后就运用了一些你知道就是技巧，然后让那对父母就是成功的领养了他们，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很莫名其妙，就是你会觉得说超诡异的，就是他们那些父母怎么会没有发现，就是他们其实是2个人，但就是这种黑色幽默就继续下去了，他们就是一直都是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他妈妈被杀掉，然后他们想要调查这件事情，途中也是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就帮助他们嘛，然后就找到了妈妈是被谁杀的，然后再跟父母就是和解啊什么的。就我觉得很棒的是，因为要变成1个人，首先是要有另外1个人是要牺牲的，就是成为那个光的影子，然后最后就是父母就是有发现这件事情，还有跟他们讲，然后准备2份礼物，我觉得超感动，就是那个父母漫画是很有生命力的。我觉得我这边可以讲一个是，你这样收我服了，就是他不一定真的收得很好，但是我接受了，我被你的情绪张力说服了，是傀儡马戏团。对，中间我已经觉得他超展开到一个，就是你到底要怎么收？哇靠，怎么从现在然后拉回到数百年前、1000年，然后这样拉回来，然后最后因为这个原因，好，你画得太认真了，我接受了。而且它最后有点像早期的港剧，就贺岁片，就是大家都出来，对，每个人都出来，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好棒，好感动哦。你在讲到说，就你会难过，然后起鸡皮疙瘩，我在想说，晚安布布我看完的时候好像也有点起鸡皮疙瘩，但是好像没有特别的感动，就是很心情很抑郁的那一种。这如果大家想要看到痛心的作品的话，大家也先去看一下晚安布布啊。现在我来进入这个2024年度推荐，都推一些很病的东西给大家。董华第一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漫画是什么呢？那个《耀动青春》啊。为什么会是2024想要推《耀动青春》？超好看。它动画也出了，对不对？对，然后就看完以后心情很好啊。对，就是很疗愈啊，被治愈了。对，刚刚晚安布布是另外一种治愈，就导致大家很忧郁，然后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疗愈。那我人很好，我真的是就是推荐，就是大家看了以后会好像被包围在温水里面，好开心哦。每个人都有他的困境，但大家都会巧妙的把这个事情解决，往好的方向发展。OK，可以简单说一下他的《耀动青春》的剧情。反正总之，女主角呢，她是一个头脑很好，然后从小就在偏乡的一个国中生，然后她因为很认真学习，所以她就是以第1名考到了东京的高中。然后她在高中的第1天，就是跟大家说：“我立志就是要读法律系，我要从政，我要改善我家乡的贫困之类的。”就是一个有点锵可爱，对，有点锵，然后很天然的女生，然后就很纯真，然后再加上她就是真的太天然了，所以她不太会跟人的应对进退，就是非常的直来直往。
所以就会有一些小同学会带有自己的心思，对可能会是要排挤他什么，但女主角是完全就是不知道的，对。然后再加上就她邂逅了闪闪发光的男主角，然后他们就是开始有一些暧昧啊什么的。那几段我就觉得哇，好青春哦！别人的高中生活怎么这么的有趣？就是你会感觉到那个 doki doki 那个跃动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现代漫画每个角色都很活，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很一贯的价值观，然后跟他们的成长，让人觉得看得非常的开心。这部真的很好看。给我的感觉是有点樱桃小丸子长大嘛。哦，有一点那种感觉，好可爱耶！像美环啊，什么花轮啊，然后个头尖尖的卑鄙的那个啊，对，就是还蛮像的。好，那再来第二部，你想要推的是什么呢？去家庭餐厅吧。哦，这个非常非常的有趣。这边我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它基本上是设定在家庭餐厅的这个场景里面，然后有一个人算是进去打工啦，然后在里面会邂逅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人有一些他们自己生活上面好笑的地方、幽默的地方、辛苦的地方等等的。然后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漫画，它有点杂日谈的感觉，对，但是你会在这边感受到一个轻松的阅读感。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另类的泡面番，就是可以很简单的看一下说，哦，他们大概这个样子。那核心的一个我很喜欢的价值是，他说家庭餐厅是一个能够包容所有人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人这样子。那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部？因为他前一部是去唱卡拉 OK 吧？哦，对，同一个作者，然后也是同一个角色，然后去家庭餐厅是他们已经又过了3年，然后男主角已经升上大学了。如果喜欢去唱卡拉 OK 的话，就是他们最后结尾有种，我觉得他们有什么，就是狂儿他刺青刺充实的名字，然后你就觉得说他们一定就是有很多遐想的空间。对，但是这个分类又不是在 BL 漫画里面，它其实就是一般的少年向，所以就一般像你们这种不是腐男子的，就看了以后也会觉得说，哦，很棒，这个 CP 很赞，就是我们很多大叔都看。我下次刺，表情开始微妙。这边刺锐度呀。好，那第3部嘞？第3部的话是日本三国，我要说的是它有点偏冷门嘛。为什么这部？自己听过吗？我听过啊，我听过啊。OK， 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就是令和的末期，日本因为地震啊，然后战争啊，什么核爆发什么的，分裂成3国，然后就是中间北边跟南边，10几年之后，就文明已经倒退到明治了，对，要进入战国的时代。所以男主角呢，他就突然站起来说：“我要统一这个世道。”就是我要把日本统一，对，霸道，对，超棒的。然后重点是，就是他第一话呢，就男主角他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面举行婚礼，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男主角谈吐什么的，就是有内容的家伙，就是做军师的料，他看的东西都是《孙子兵法》就是哦袁氏跟平氏什么的，对，然后到最后就是中间一点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很坏的那种反派啊，然后就是把他的老婆给弄掉。对，我也不能爆雷啊，对，但我好像也差不多了。哇，他是2023的漫画大赏第5名，没错。它长这样，我会带这本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打日本三国啊 ，Google 都跑出《三国志》，或者是什么横山光辉，就是不太会有真正的找不到这一本，对，就是比较少。然后再加上它的画风，就是非常的，我觉得很精美、很漂亮，所以感觉是喜欢看聪明的故事吗？聪明的主角的人可能会喜欢。它蛮妙的是，就是它是用军师方面。就是一般来讲好像都是武将，但他这一本比较妙的是，他是主角是参谋类的，就不是那种武斗派的，然后我觉得还蛮棒，有智取的一部漫画。对。好，那第4部嘞？第4部就是《魔女守护者》。魔女守护者也不是2024的吧？魔女守护者有一阵子了吧？对，但它要动画化了，我非常的期待。哦，然后魔女守护者是一个吐槽很强烈的漫画，但是这个东西在动画上面有时候那个节奏不会变得很难拿捏吗？魔女守护者就是我要讲的是，就是幕章完结之后，我找到了银魂，
OK，然后就银魂又完结了，后来我就让我跟魔女守护者相遇，就是你知道那种情感，就是然后再加上就是你刚讲的吐槽那一些的，就是这一本里面就是做的很棒。好，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剧情。它剧情呢，就一开始讲的是女主角跟男主角他们是从小的玩伴，对，青梅竹马，对，青梅竹马长大，然后呢，这个女主角魔女，她是魔女，所以她去修行了，她就消失。结果呢，有一天这个爸爸跟这个长大的男主角呢在吃饭，就跟他讲说，哦，这个女主角要回来了，然后她来找使魔，然后这使魔是你哦，然后为什么是我？然后哦，因为我们的这个祖先的血统，鬼族，对，我们是会变成使魔的血统的。那如果你不答应的话，啊，你可能就会变成奇美拉，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所以他就答应，然后就开始展开了一连串有点闹的甜蜜的同居生活。对，他们闹得很可爱，然后里面他会用非常多不同的吐槽形式，例如说情境上面的吐槽、画面上面的吐槽、打破第4道墙的吐槽，以及语言文字上面的吐槽。所以如果喜欢看吐槽的这种电波系的东西的话，这部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喜欢。就是你喜欢看银魂的话，你就应该会吃得下去了。最后一本想要推什么？最后一本是《悠哉日记》哦，《悠哉日记》这本我没有听过，真假的？对，这个我没有听过，是千叶彻迷的，等于是半自传。然后它很妙的是，它是全彩，而且开数超级无敌大，所以就是看的时候就是很棒，你知道吗？是翻画册的感觉。对，然后它一画大概只有4页而已，所以就是你会看得很开心啦，就是一下就结束。然后重点是它美化跟美化之间是没有连贯的，就是老师想要画什么他就画什么。他有某几篇就是说他就是去看病啊，就是有异位性皮肤炎啊，然后心脏又不好啊，所以我就边看心哦，对，我就看边老师对，就是希望他身体健康，对，就是长长久久活下去，然后继续画下去。然后它里面就会塞很多就是漫画家的小八卦，就是他跟手冢治虫啊，他跟就是小叮当的作者啊，然后还有一些大师啊，那个最近挂掉那些老师就是互动什么的，然后就只要你是漫画迷呢，你就看到就会很开心，就觉得说我又了解了他一些。对，这个在白鹿洞借得到吗？借得到啊，好赞哦。然后借的人都是年长的长辈，可能是更久以前在看漫画的那个时代的人。对，懂，有趣。这5部之外，老板还有很多遗珠之憾，对不对？觉得今年，因为我们刚刚就挑5部，但其实老板名单超多。像物为粉丝后援会，就是现在只出了2本而已，角川出的。反正它就是也是高中女生的故事，就物伟这个人呢，从头到尾都还没有看过他本人的脸，就是他出现就是被各种对话框给就是遮住，有点像晚安布布那样，就是我好想要看他真的脸长什么样子的。哦，所以他是一个有名的人，他是一个很多粉丝的人。没有，就是2个女生，然后就是暗恋同班的同学，然后就是自己私底下就说，我们就是成为他的那个后援会的，就是组员好了，然后就每天就是分享说，物伟今天做什么，物伟他很可爱，这部漫画很可爱，很可爱的漫画，对，超可爱。还有嘞，还有扁牛。扁你这部我没有听过。吉田战车吉田我知道了扁你我吉田战车的东西也是电波这个很电波对，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啦，我有推荐给从来没有看过传染的一个直男，我的好朋友，然后因为我觉得他很不幽默，他很不好笑的人。我说，学吗？学这么硬派的吗？结果没想到，就是他看了以后，就是直接从我们店里就是租了6本回家，他觉得太好看了。对，他就说这怎么这么超现实？哇，这个很棒，还跟我就是讲了一大堆脉络文本，有的没有的东西。我想说，果然不是幽默派的。对，我不想要就是听你分析文本脉络，就是好笑你就给我笑出来。好，下一个是什么？就是环宇宙。环宇宙，对，它是吉永史的作品，然后它也是2025年女性就是这本漫画真厉害的第1名。哇靠！对，我竟然忘记把它放在就是神作里面，它结尾也结得很棒。好，总之就是马上看，有点像多重宇宙那样，就是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环宇宙啦，时代有江户啊，有大正啊，然后有现代啊，跟古时候叫超古的时候，然后他们都有不同的爱恋跟结尾，无论哪一个宇宙环宇宙，他们都会就是爱
爱着彼此，好感人哦。对，非常感人。然后最后就是再推一个恐怖漫画《日野日出志》的恐怖精选。日野日出志呢，一直在恐怖漫画迷中是一个梦幻逸品。因为它的东西就是在台湾比较少，然后还有很多盗版，所以你想要买到就是品质好，然后又是正版的，非常非常的难。对，然后刚好就是我去年的7月多鬼月的时候，有拼了命的，就是每天都推一本恐怖漫画，然后就刚好有推到日野日出志的漫画，所以就是日野日出志出了这个精选以后，我超开心的，我进了2本哎。志祺在永华的名单之外，有想要推荐大家入坑的2024漫画。2024，我觉得第一个是刚刚讲到这种恐怖漫画，我比较不看恐怖漫画，但我可以看一些有病的漫画给大家，这个叫有病的异世界漫画。这是姐姐大人与巨人，它基本上呢就在讲，在应该是传统女校吧，里面会有一些那种姐姐啊、妹妹的那种制度，学姐学妹制，对，学姐学妹制很深的那种制度。然后她被这个东西有点 PUA 到，有点就是疯掉这样。然后她有一天被姐姐抛弃了，她就决定去异世界自杀，所以她能转身到异世界，那她就要得到一些能力。反正就是她得到能力之后，她就莫名其妙就有点像看透了这个世界，然后离开。然后但是在那个世界里面也有一个巨人，他被大家抛弃了。这个时候，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美眉呢，就进来，我可以当你的姐姐，所以他们重新产生了一个羁绊，然后开始在异世界探险的故事。可是这个好怪哦，我觉得他的很有病啊，很有病，多想要姐姐啊。对，这个就是他有病到就你到底在干嘛？然后另外一个看点是他的异世界设定其实比较细微，就是一般他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异世界人会一直过来，所以在里面发展出了一套对抗异世界人的方法，他们学会了利用异世界人。然后以及异世界人会自己组织等等，我就觉得这整个事情是有在异世界的这个框架下面再多了一点玩味，所以我会觉得这算是有趣的漫画。好，可以。然后另外，如果你想要看开无双，然后你不想看传统那种异世界回来了我成为最强这种就是龙傲天，然后还会变很帅之类的，你可以看这个渴望复仇的最强勇者。他基本上呢就在讲说，勇者有一天莫名其妙被害死了，害死了之后他也是一堆有病的人。超有病啊！光是那个女神就超有病。对，女神也有病。对，女神有病，所以她复活了勇者。然后勇者也有病，因为他过去被背叛，所以他就在那边疯狂的大屠杀，去把所有过去对他做过坏事的人就一个一个讨伐掉，这样子。这也是一个你可以看一下有病或者是异世界这种东西的变体。好，最后我想要推一个有点老的，是去年重新开始连载的这个《驱魔少年》。对，驱魔少年因为中间他经历了一段就是非常大的生病，所以他现在是不定期的连载啦。他算是很早期的邪道作品，他看起来是一个包装成超神圣的正派对邪恶，但是你在过程当中你就隐隐约约的发现他在偷偷告诉你说，这个教团其实有点问题。这个教团怎么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做这件事情呢？那原来这个你看起来的敌人其实可能是什么？而且他是一开始他就想好，因为我从很多的构图就发现，他其实早就把这整件事情做完了，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好好把它看完的一部作品。好，那我们最后再聊另外一个，就是你有期待哪些动画化的作品？我推的是乡下大叔成为剑圣，然后吸血鬼，然后还有版本日常。吸血鬼这个景川也有推，版本日常他也有推。对，版本日常你有看到后面吗？我有啊。我在他从飞机掉下来之后就没有再看了。你觉得他后面的看点是什么？就我反而觉得后面还更好看前面我都觉得说还好，因为那个安西教练就是还蛮猛的。我其实是被安西教练那个脸就是安西教练就是版本对版本就是吸引了，所以才看。但后来我唯一是开始真的认真看的时候是。那个杀手集团里面有一个电影狂，他的副业是电影制片，所以他在那几话里面就是一直在吐槽或者是讲一些他就是对于电影的观点，然后我就一直看，会觉得说这个人也太靠背了吧，他讲的都是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讲还会就说你就知道这个是哪一个这1995的梗老板喜欢找彩蛋的漫画呢，对，然后就觉得好开心什么的，然后版本就是呛他的时候也会用一些就是电影的台词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太棒了。吸血鬼一般的吸血鬼设定好像都是想要喝女生的血，但这次是男生的血，而且就还蛮老套，就是小男生喜欢的女同学反而是喜欢那个吸血鬼，因为吸血鬼都很俊美嘛。
对，然后这种三角关系就是我也还蛮经典不败。对对对对对，懂懂懂。你喜欢那个夜访吸血鬼的话，就是可以看一下。好，那乡下大叔成为剑圣呢？这个看起来这么轻小说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它真的是轻小说改编的，但我是先从漫画开始看，然后漫画就是那个40-50岁的大叔，他就很莫名其妙就在那边交剑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被人家唾弃啊，你不修边幅啊什么什么，然后就终于有一天就是那个王城的人就来，然后就是要邀请你就是去我们的王宫就是当那个老师啊什么，原来就这个平平无奇的大叔呢收了很多很厉害的女弟子，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弟子就都是女的。然后因为是轻小说嘛，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他都挑女生来当弟子，然后那些女弟子呢，都成为非常有用的，就是骑士啊什么什么的。我边看边吐槽啊，但是剧情就是还蛮好看的，所以就我蛮期待的。内宅不是只有我会看，但动画化部分当然是就要推《恋上换装娃娃》的第2季啊，好期待，好期待，我好这一集也要开心，期待，每一集都要期待。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2024的漫画推荐就结束在这边。那非常谢谢，就是白鹿洞老板永花又跟我们一起来聊天。那荧幕前的大家呢，今年如果有什么喜爱的漫画，也都欢迎留言跟推荐。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